德国全面扩军，一次购买20架台风，俄军新攻势反为乌创造缓冲区，俄火炮损失惨重，新火炮仓促拉入战场，乌军获得新防空炮，俄罗斯退役最大飞机。最近，随着俄罗斯的步步紧逼，一直采取和平政策的德国也不得不开始正面应对威胁，再次开启奋斗之路。不久之前，德国防长皮斯托瑞斯宣布，一项旨在对德国联邦国防军进行从上到下重组的军事改革计划已经启动了。该计划涉及了军事机构调整、军队规模扩充等诸多领域和内容，被认为是冷战后德国最全面、最系统的军事改革，充分表明了德国政府重振军力的决心和意志。皮斯托瑞斯表示，我们的目标呢是重组联邦国防军，使其在发生战争时处于最佳状态，任何人都不应该有攻击北约领土的想法，这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德国的反战情绪高涨，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德国的安全环境大幅改善，和平主义愈发成为主流民意。德国军队人数也不断缩减，国防支出也基本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以内。而俄乌战争证明了，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依旧都能对欧战产生十足的威胁。早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际，德国总理舒尔茨将这一事件称之为时代的转折点，并且明确表示，德国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现代、进步的国防军。基于这理念，2023年6月和11月，德国出台了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防军将在6个月内组建一个新的作战司令部，用于指挥网络和信息部队。该部队和德国海陆空地位相同，同时还有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四军，并且和北约协调指挥关系。除此之外，德国还设立了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用于采购先进武器装备，并于24年实现了国防预算占 GDP 2% 的目标。同时，德国还恢复2011年停止的兵役制度，以图尽快地扩充军队人数。德国计划在2031年前将国防军人数扩充至20万人以上。德国防长表示，德国的征兵方式可能会效仿瑞典。瑞典采用的是全民征兵制，无论男女，所有人到了18岁都需要向征兵办公室提交志愿表，随后由征兵办公室决定能否正式进入军队。但接下来的就有意思了。如果一个人被选中加入瑞典军队，但又不想上战场，那么就可以向国防征兵和评估局申请依良心拒绝兵役者的身份。之后他可能会被分配到文职岗位或者参加社区劳动代替兵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到了24岁依旧没有被征兵办公室选中，那么之后呢，就不用每年再去抽签了。不过这个年龄不是固定的，瑞典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将其最高延长至30岁。德国防长认为，瑞典这套征兵办法是相对公平的，能够筛选出那些自愿为国家而战的人。同时，德国还在积极地扩张空军。德国总理舒尔茨在6月5号举行的 ILA 柏林2024展览会上证实，德国已经宣布打算为其空军再购买20架台风战斗机。虽然德国在22年订购了35架 F-35， 不过至今尚未完成交付，看来现在是等不及了。台风战机以其双引擎、压抑三角翼设计和多用途能力而闻名，由空中客车公司、BAE 系统公司和莱昂纳多公司组成的财团联合制造。值得一提的是，在 F-35 问世之后，台风的销量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23年11月，欧洲空中客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安卡洛·梅扎纳托表示，如果未来没有新的订单，台风可能会在2030年停产。目前德空军只装备了狂风和台风2款战机，总计是209架。但目前德国空军正在按计划用 F-35 替换狂风战斗机，也就是说，未来德国空军的数量会有一个显著的下降。但在解除对乌武器限制后，俄乌战争的扩大已经不可避免，所以在这段时间使用更加便宜、交付更加快速的台风作为替代品，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在哈尔科夫地区，乌军两路分兵，在利普齐、沃夫昌斯克继续同俄军作战。俄军试图夺回失地，但乌军成功地击退了俄军在6月5号的进攻。
同时，乌军第3突击旅已经从巴赫穆特转移至哈尔科夫地区。该旅的官方电报群内发布了亚速旅第1突击营连续击退了俄军3次进攻。而在沃夫昌斯克方向，乌军继续在河北作战，并且切断了西边俄军的补给。一名躲藏了3周的俄军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只得向乌军投降。他来自特维尔州，现年34岁，为了赚钱加入俄罗斯军队，并在5月10号越过国境线。没想到在沃夫昌斯克周边地区遭到了无人机打击受伤，而他的队友直接把他遗弃在了一栋建筑物中。他等了21天，直到乌军进攻到了这里。可以看到在后勤补给被切断之后，乌军的进展神速，迅速夺回了部分失地。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乌军在哈尔科夫仅仅部署了20个旅，其中一些是预备役，还有一些是从东线调过来的，编制也不完整，大约有2万多人。而他们的对手呢，则是火力充足的5万俄军。但即便这样，他们依旧挡住了俄军进攻，甚至还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攻。目前看来，俄军进攻哈尔科夫实际上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普京在3月份提出要在哈尔科夫建立缓冲区，减少乌军从该方向通过无人机打击俄境内目标的能力。没想到刚一开打，西方就解除了对乌武器限制。这样一来，俄军投入大量部队，承受着大量伤亡，不仅没有达到最初目的，还让海马斯等一众先进西方武器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同时，俄军在该地区虽然发起了进攻，却又不给进攻部队配备足够的装甲。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全面压制俄军的现在，这些没有装甲的俄军只能用肉身去拦截乌军的 FPV， 巨大的伤亡使战线推进缓慢。这也给了乌克兰利用远程武器消耗俄军有生力量的机会，尤其是海马斯火箭系统，其长达92公里的射程让俄军后勤人员不得不在远离边境70公里外的地点活动，进一步降低了俄军的后勤能力。可以说，俄军创造缓冲的行动反倒是为乌军创造了一片缓冲区。针对这段缓冲区到底要拓展到哪里，乌克兰最高拉达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叶霍尔切尔内夫4号对媒体表示，西方国家开始允许乌克兰使用武器打击俄本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仅可以击退敌人，还可以在包括哈尔科夫与俄罗斯联邦接壤的边境一带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他表示，之前乌克兰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国会、五角大楼和白宫代表举行会谈时，明确表达了乌克兰需要在边界附近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缓冲区要深入俄境多少公里，取决于我们的武器能打多远。不得不说，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些魔幻，拥有了先进武器的北约患上了恐俄症，连同意乌军打击俄境内都需要畏首畏尾，而乌军凭借着并不算先进的北约武器，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反倒在俄乌边境创造了一条属于乌克兰的缓冲区。在库皮扬斯克，俄军试图在南边的伊万尼夫卡推进，不过依旧获得了失败。截止到6月6号，进攻了1天的俄军依旧没有将战线推进。而在恰西夫亚尔以及阿夫迪夫卡西部，俄军将战线推进了几百米。有视频显示，俄军在进攻恰西夫亚尔北部的运河时几乎没有受到抵抗，这说明乌军早就已计划好了放弃这片区域。但至于是诱敌深入还是关门打狗，有待后续观察。而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的火炮损失也十分严重。根据视频和图像资料显示，在过去的1个月里，至少有9个 MSTAS 火炮系统被摧毁。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表示，在哈尔科夫地区，俄炮兵部队面临着重大挑战。MSTAS 是一种152毫米自行榴弹炮，一直是俄罗斯炮兵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以射程、火力和机动性而闻名，在支持地面作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最近的损失表明，俄罗斯军队存在漏洞和指挥失误的问题。根据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说法，这些损失归因于多种因素，包括乌克兰军队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后勤问题和机械故障。据报道，乌克兰通过无人机反炮兵行动的有效性有所提高，导致与俄罗斯炮兵部队的交战更加成功。MSTAS 榴弹炮在1980年代后期推出，经过各种升级以提高其性能。尽管有这些改进，但是最近的高损耗率引发了对这些系统的耐用性的质疑。国防博客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认为，如此大量的榴弹炮损失可能会影响俄罗斯维持长时间炮击和支持进攻行动的能力。
最近，俄罗斯神秘的新式火炮 2S-43 井逵被乌克兰无人机发现了。据乌克兰消息称，该火炮隶属于俄罗斯武装部队第9炮兵旅，它在别尔格罗德地区被乌克兰无人机所侦察到。根据公开信息，该火炮在去年10月才刚刚加入俄罗斯部队。井逵的底盘呢是布良斯克汽车厂生产的8×8轮式，主炮是一门47倍镜的152毫米线膛榴弹炮，与刚刚损失惨重的 2S-19 MSTAS 自行榴弹炮相同，射程大概为24公里，射速为每分钟7发。与履带式火炮相比，轮式自行火炮平台具有更好的机动性、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更低的运营成本。根据俄官方信息，井逵在能够不加油情况下，在公共道路上行驶长达800公里，配备全轮驱动和45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使其能够有效地穿越越野地形，也可以在1276运输机上运输，进行长距离快速部署。6月5号，乌克兰空军的官方 Facebook 页面上发布了乌军接受的猎豹高射炮照片。猎豹式自行高射炮又称猎豹式防空坦克，是西德豹一型主力坦克的衍生型号。这款防空炮具有良好的越野性能，能够紧随装甲部队行动，为前线作战单位提供低空防卫。2023年11月 ，Military 报道称，美国从约旦为乌克兰购买了60门猎豹自行高射炮。美国从约旦购买的猎豹自行高射炮具有升级的火控系统和更加现代化的雷达系统。和德国的猎豹防空坦克不同，约旦版的猎豹其搜索雷达天线在 X 波段工作，并且具有原极化，而德国在 S 波段只有水平极化。简单来说呢，就是约旦版的频率更高，分辨能力更强，但对空气的穿透力更差。约旦的为13公里，而德国的有15公里。乌克兰空军表示，猎豹系统目前正在搜索俄罗斯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作为西部空军司令部防空部队的一部分，我们努力在击退空袭和导弹袭击以及摧毁最大数量的目标方面实现最高效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培训机组人员，收集、总结和分享最佳实践。美国政府为这些高射炮支付了 1.18 亿美金。这些高射炮呢，是作为乌克兰安全援助协议的一部分，免费提供给乌克兰的。世界上最大的涡轮螺旋桨飞机安东诺夫安22将从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退役。俄罗斯航空管理局司令弗拉基米尔·贝内迪克托夫中将在直播中公开了这一决定。安22在苏联时期开发，是一种高翼 H 型尾翼配置飞机，由4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提供动力，每个发动机转动2个反向旋转的螺旋桨，其特征呢是圆筒状的机身以及侧面凸起的起落架。从正面看，这2个特征都非常明显。安22的原型机呢，在1964年1月建造完成，并在1965年2月27号进行了首次飞行。在3个月后，它在巴黎航展上首次在国际上公开亮相，并在11月进入批量生产。这架宽体飞机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涡轮螺旋桨飞机，其设计目的是因为当时苏联军队想要一架能够携带新型36吨 T-54坦克以及机组人员和补给品的飞机。现在俄军使用其运送弹道导弹。安22的容量约为80吨，最大飞行距离为5000公里。苏联是总共生产了67架安22，其中一些留在了乌克兰，而俄罗斯军事运输航空司令部机队中约有60架飞机。俄罗斯开源航空登记处显示，其中大部分被退役了，其中5架储存，4架仍在飞行，6架因灾难和事故而丢失。然而，该飞机的故障率呢一直居高不下。塔斯社援引公开消息人士的话说，该飞机在7次事故中损失了9架此类飞机，一共造成了102人死亡。2010年12月28号，俄罗斯一架注册号为 RA09343 的安22飞机在俄罗斯中部图拉地区的训练期间坠毁，机上12人遇难。据报道，这架飞机是从沃罗涅日起飞，前往特维尔的米加洛沃机场，中途发生了电气故障，但当时俄政府声称这架飞机只是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